万亿播放量到底有多唬人？成亿句的讨论度，帮你搞懂数据该怎么读。1万亿，你没看错，一个亿后面挂12个零。这是最近几年娱乐圈新闻里越来越常见的一个单位，某某作品话题播放量破万亿，甚至破了好几万亿。我跟你讲，第一次看到这种数字的时候，我脑子是懵的。全国才14亿人，这数字比全国人口还大几千倍，他到底在说个啥？你猜怎么着？我最近就是较真去把这个单位拆了一下，越拆越觉得有意思。今天这期不聊八卦，咱们只干一件事，把娱乐圈这些吓人的大数字一个一个扒开给你看。看完这条，你不用是数据专家，下回再刷到破万亿播放这种新闻，3秒钟你自己就能判断它到底有没有含金量。先把结论半漏给你，这个万亿很可能不是多少人看了，而是被划过了多少次。橱窗和买单是两码事，别急，听我慢慢拆。那咱们先说最表面这层，大部分人一看到播放量3个字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是哦，这么多人看了这部剧，对吧？这是最自然的联想。播放量嘛，听着就像观看人数，但问题就出在这儿，话题播放量这个东西压根不统计人，它统计的是曝光。说白了，什么叫曝光？你在微博，在短视频平台刷手机，一条相关的内容从你眼前划过去，哪怕你根本没点开，没看内容，划过去了，这就可能算1次。你今天刷到10次，算10次。你一个人就能贡献10。全国几亿网民一起刷，这数字它能不大吗？这里我得插一句诚意的例子，不是要吹，是因为他的作品刚好是个特别典型的样本。他的剧一播，话题量经常是很吓人的体量，全网都在聊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内容是真有话题穿透力的，是真有人自发在讨论的。这一点我完全认。有人愿意聊，聊得起来，这是好事，是作品有生命力的信号。但你注意啊，很多人在聊和很多人从头到尾看完了正片，这中间隔着一整个统计口径的差距。这就引出下一个更关键的东西了。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后面。娱乐圈里多少亿的数字，其实不止一种。它们长得像亲戚，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物种。我给你捋一捋，主要有4种，含金量从低到高。第一种就是刚说的话题播放量。曝光口径，一人多次都算，划过几记。数字最大，但含金量怎么说呢？你得非常谨慎地看。它能说明讨论热度高，但不能直接翻译成多少人看了剧。第二种，正片有效播放量，这个就实在多了。我特意去查了爱奇艺官方的内容播放量计算标准，它写得很清楚，只有正片本身以及跟正片画面、声音完全一致的预告、花絮才算进播放量，那些明星访谈、话外音解说这种低相关内容不算。你发现没？这个标准盯的根本不是曝光，而是到底有没有人在看这个剧的正片。至于平台后来还搞的那些热度值，会额外掺进去重观看人数、观看时长这些维度，那是另一套口径了。这个我不敢说每家平台都一样，你们感兴趣可以自己去扒各家官网的定义。但光是正片才算数这一条，就已经跟划过几季的曝光完全两回事了。第三种，电视收视率，比如 CSM， 这个更狠，它是按人推算的，通过抽样本户推及多少人口在同一时段看了这个频道。全国网、城域网口径还不一样，这个我不敢说记得100%精确，具体数字大家可以去查广电总局那份网络视听收视指标及计算方法，写得很细。但核心你记住，收视率的分母是人，不是次。含金量又上一个台阶。第4种，电影票房，这是含金量最硬的，因为每一块钱背后是一个人真金白银买了票，走进影院，坐下来。没有比掏钱更诚实的投票了。你看出来了吧？同样是亿，话题量的亿和票房的亿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。把曝光量当观看量，就像把路过橱窗的人次当成进店买单的人数。
橱窗前一天走过10万人不难，10万人真进店掏钱，那是另一回事。那这里我想停一下，因为有个矛盾特别值得说。你可能会问，那这些大数字到底是真的有人在看堆出来的，还是有组织的做出来的？我先说清楚啊，别误会，这个问题我今天不裁定，也没资格替谁裁定。我的立场很简单，任何一部头部作品，它的数据往往同时有2个来源，一个是自来水，就是真有观众自发的看，自发的安利，口口相传，这种长尾生命力是真实存在的，尤其好作品，播完很久还有人再补，再二刷。另一个是有组织的集体讨论，这2种在头部作品里几乎都会同时存在。我做媒介素养科普，只讲一件事，教你怎么读数字，而不是替你判断谁的数字更干净。那种谁比谁水的对比，不是这期要干的事，也容易变成没意义的口水战。所以咱们把镜头对准数字本身，不对准任何人，任何粉丝群体。这个 boundary 我得守住。好，下一个点，也是我觉得最反直觉的一点，为什么大数字这么容易骗人？这其实跟心理学有关。人脑对大数字是钝的，100万和1亿，你能真正感觉出差别吗？很难。数字一大到某个程度，我们的直觉就直接罢工了，只剩一个模糊的印象，哇，好多。心理学里管这类现象叫大数字偏误 Big Number Bias， 数字越大，我们越难真正理解它，反而越容易被它唬住。我教你一个特别好用的破解办法，除一下，拿那个吓人的总数除以人口。比方说，某个数字号称万亿级观看，全国14亿人，你一除，合着平均每个人得看70遍。婴儿看，老人看，根本不追剧的人也看，还人均70遍。这显然不可能吗？一除，这个数字的荒谬就露馅了。你看，它不是在骗你人数，它是在用一个大到失去意义的曝光总量，制造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。这个数字呈现的方式本身就是话术的一部分。我不是说它一定造假啊，凭印象说，很多时候它甚至是真实统计出来的曝光，但真实的曝光和你以为它代表的意思完全是两回事。骗你的不是数字，是你自动脑补的那个理解。行，说了这么多，给你留点能带走的干货。以后你看到任何娱乐数据，不管是某某亿播放还是某某万销量，在心里默念3个字查问题，你就能立刻降住它。第一问，这是哪一种口径？是曝光划过就算，还是观看真的看了，还是按人推算收视率，还是掏钱票房？口径不同，含金量差好几个量级。第二问，分母是什么？是次还是人？同样1个亿，分母是次的，可以一个人贡献一大把，分母是人的，一个人只能算一个。分母决定一切。第三问，去中了没有？一个人刷10次，是算1次还是算10次？去了中的数字才接近真实有多少人。你把这3问套上去，回到程毅那个例子，他作品的高话题量，用这3问一看，你会得到一个特别公道的结论，它确实说明有大量真实的人在讨论这部作品，这是作品话题穿透力的正向证据。同时它是曝光口径，不能直接换算成多少人看完了正片。这2句话不矛盾，都是事实，这才叫看数字看得清醒。下次你再看到破万亿，你就知道，别看总数，先看口径。最后给你留个小挑战，特别简单，我是认真的。你现在打开手机，随便去搜一条带某某亿的娱乐新闻，任何一条都行。用刚才那3个问题套一遍，口径、分母、去中没？花你3分钟，然后回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扒出来那个数字到底是次还是人？我挺好奇你们能挖出什么。再抛个问题给你们炒，注意啊，我说的是就事论事的聊观点，不是分阵营。你觉得观众总被大数字误导，这个锅主要在平台的统计口径太模糊，还是在营销的话术太会包装？评论区见，我会挑几条有意思的回。说到底，数字只是个工具，
真正好的作品，靠的是有人愿意反复回味，愿意讲给别人听，那种东西，从来不需要一个吓人的总数来证明。别让工具反过来定义了作品。宝子们，咱们下期见。